苏宁易购邀您观看腾讯视频《陈情令》，云深处，剑起必沉，燃少年魂。上苏宁易购818发烧购物节，燃就现在！我把他们往血池里引，韩光君负责击杀。这儿有个靶子。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位远房亲戚。金光瑶若想在兰陵金氏站稳脚跟，就非得有秦苍叶这位坚实的岳丈给他助力不可。他怎么会舍得不娶呢？哼，论丧心病狂，金光瑶，他简直是举世无双，无人能出其右啊！难怪他当初在密室对秦素说：“阿松必须死。”看，我说的没错吧？我早就听说他儿子根本就不是别人害的，而是他自己下的毒手。姚宗主，此话怎讲？大家都知道，亲兄妹所生之子，10之8九会是痴呆儿吧？孩子太小时，旁人看不出来什么端倪，可一旦长大，孩子不同于成人之处就会逐渐暴露出来。可若是真生出一个痴呆儿来，那我旁人自然会对金光瑶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甚至会说金光瑶是沾了娼妓的脏血才会生出这样的孩子之类的风言风语。而且大家仔细想一想，当时毒害金如松的人刚好是反对他当仙都的那位家主，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杀了金如松，嫁祸给反对他的家主，然后再以给儿子报仇的名义，光明正大的讨伐了反对他的家族。哼，虽是冷酷无情，却是一箭双雕啊！敛方尊可是好手段呐！金陵台清谈会上，你是不是见过秦素？我当晚在芳菲殿内，秦素和金光瑶发生了一番争吵。她说她去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告诉了她一些事情，还给了她一封信，说这个人绝对不会骗她。是不是你啊？是我。这个秘密你已经守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忽然决定要告诉他？又为什么忽然要公之于众？因为我得让我家小姐知道她的丈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原本我也不想公之于众的，但是我家小姐在金陵台上莫名自杀，我一定要揭露这个衣冠禽兽的真面目，给我家夫人和小姐讨回公道。你真的不知道吗？正是因为你告诉了你家小姐，所以她才会自杀。哎，你这么说我可就不同意了。难道她非要隐瞒真相才对吧？哟，这镯子不错呀。可是今天把这2位送到这个地方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哎呀，我们何必纠结于此呢？我们只需要知道有一个人他是义士，他一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对，是站在我们这边的。颇多存疑。何处存疑？存疑可多了。首先，这金光瑶如此心狠手辣，为什么杀了20多个人之后，偏偏留下了思思一个人？现在人证有了，那物证呢？哎，这不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
当初金光瑶就是靠讨好赤峰尊和泽无君，才得以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呀。否则，他一个娼妓之子，何以能做到今天的位置呀？他竟然对赤峰尊下毒手。泽无君现在还在他那里，只怕万万不要有什么闪失才好啊！不光是义兄，亲兄弟更是难逃一劫。金光善死前那几年，他忙着到处清理他爹的私生子，生怕有人杀出来跟他抢位置。这么看来，莫玄羽还算好的，要不是疯了被赶了回去，说不定和其他那几个人一样，因为各种原因消失了。金子轩的死，也肯定和他脱不了关系。哎，你们不要忘了，还有薛洋这一出呢。当年薛洋不是逃走了吗？这肯定也和金光瑶有关系。是啊，控制傀儡的阴虎符不也是薛洋造的吗？如此看来，这位金某人杀父杀兄杀子，杀主杀友，实在是太可怕了。今日也是，我看啊，那个金光瑶，他是看这些年来各家势力都日渐扩大，逐渐变强，他心生危机感，所以他也害怕自己会像当年的岐山温氏那样被推翻、被颠覆，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想设计将我们一网打尽。哼，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让他最害怕的事变成事实。不如我们就攻上金陵台。对。就在今天之前，这位可怕的人物还是人人交口称赞的敛方尊，没想到一天之间就人人喊打了。哎，魏先生，魏先生，魏先生，金光瑶这厮手里有阴虎符，这事儿得拜托你了。啊？哦，不错不错，此道之上无人能出夷陵老祖之右啊！哟，这下金光瑶可真是踢到铁板上了。是啊，把金光瑶挫骨扬灰。南战，你怎么看？送信之人明了，写信之人是谁？先救下思思，说服他作证，又贿赂碧草，把事情捅给秦素，再选择这个时候让他二人把金光瑶的丑事公诸于众。这人每一步都深思熟虑，城府之深，只怕不在金光瑶之下。不过我猜，这个人就是指引我们找到赤峰尊的黑衣人。尚无证据。目前是个人是敌是友，动机如何，还不好判断。不过金光瑶证据确凿，大势已去，倒是板上钉钉。我即刻发信给兄长，提醒他万事小心。怎么了？没事，那里是江氏祠堂。要进去吗？不了。
江叔叔，于夫人，师姐，是我又来打扰你们清静了。我以前啊，可是这里的常客。于夫人3天2头就罚我。略有耳闻。都传到你们姑苏去了，哪还能叫略有耳闻啊？不过这么多年啊，我还真没见过第2个女人像于夫人这样脾气那么暴躁，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把我赶到祠堂来罚跪。罪过，罪过，罪过！你不打算告诉江城吗？不知道，至少现在不会吧。毕竟，你们也是兄弟。我和江城之间的隔阂渊源已久，没有那么容易解开。何况，这阴虎符，毕竟是我创的，不管有没有金光瑶，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魏无羡，你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带人就带人。你可还记得这里是谁家？主人是谁？我并没有带韩光君去莲花坞的其他机密之地，我只是带他过来上几炷香而已，祭拜一下江叔叔和于夫人。我们现在就走。你确实应该好好跪跪他们，平白的到他们面前污他们的眼睛，辱没他们的清净。江宗主，请注意言辞。我注意？我看是某人需要注意举止了。你早就被我们家扫地出门了，你有什么脸面进来面对我的父母，面对我姐？江万一，兰湛，兰湛，我们走吧。要走就走得越远越好，别再让我看到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出现在我的王亲面前。江城，你要骂就骂我，不要带上别人。我有必要对他好脸色吗？魏无羡，你忘性可真大。那我就来提醒提醒你吧。当初就是因为你逞英雄，救了你身边这位蓝二公子，整个莲花坞还有我爹娘都给你陪葬了。这样还不够，连温氏你都要救，拉上我姐姐陪葬，你真是好伟大呀！更伟大的是，你还如此宽宏大量，带着这2位前来莲花坞，让你的鬼将军在我们家门前徘徊，让蓝二公子进来上香，存心给我，给他们找不痛快。蓝二公子，你也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堂堂姑苏蓝氏双璧，不顾蓝氏100年清明，竟然跟夷陵老祖魏无羡同流合污，真是让你舒服。你哥哥脸上有光啊！江婉音，你给我马上道歉！道歉？为什么要道歉？为侮辱了你们这段伟大的知己之情吗？你还有完没完？要打便打，怕你们2个吗？魏婴，兰湛，我们走。好。站住！怎么，
你刚才不是很横吗？不是要打吗？打呀！放手。魏云，兰晨，我们走吧。好。站住！滚开！谁让你到莲花坞里面来的？你怎么敢！你想干嘛？拔出来！我警告你，如果不想再被挫骨扬灰，就立刻把你的脚从莲花坞的土地上挪开，滚出去！动手，拔！还要怎么样？封剑解除了，封剑没有解除，直到现在，它还是封住的。若你把它插回鞘中，再换人来拔剑，无论换谁，都是拔不出来的。为什么？那为什么我能拔出来？因为这把剑把你认成了魏公子。什么叫把我认成了魏无羡？怎么认？为什么是我？因为现在在你体内运转灵力的那颗金丹。是他的。姐，他不会醒过来了吧？不会的。出来吧。换丹吧。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我没有胡说。你给我闭嘴！我的金丹，我的金丹。我是抱山散人给你修复的，你怎么知道？他连这个也对你说？没有，
魏公子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只言片语，我是亲眼看到的。撒谎！你在场，你怎么可能在场？当时上山的只有我一个人，你根本不可能跟着我。我没有跟着你。撒谎！那你听听，我是不是撒谎？你上山时，眼睛上蒙着一条黑布，手里拿着一根长树枝。快到山顶时，经过了一片石林，绕了快半个时辰才绕过去。这个时候，你听到了钟声，钟声惊走了一片飞鸟。你把树枝紧紧握在手里，像握剑那样。钟声停下来的时候，有一把剑抵在你的心口。你听到了一个女子的声音，命令你不许前进。来者何人？所谓何事？晚辈是抱山散人之徒，藏色散人之子魏婴，特来求见抱山仙师。你马上停住了脚步，看上去很紧张，隐隐还有些激动。这女子的声音压得很低，问你是何人，为什么到这里来？你回答。闭嘴！你回答。你是藏色散人之子魏婴。你说了家门覆灭，说了莲花坞大乱，你还说了你被华丹手温竹流化去了金丹。那个女子反复询问你关于你父母的一些问题，等你回答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忽然闻到了一阵香味，然后你便失去了知觉。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就在那里，不止我在那里，魏公子也在那里。不光我和他，还有我姐姐温情，她也在那里。江宗主，你真以为那是什么抱山散人的隐居之地吗？那只不过是夷陵的一座荒山。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你胡说八道！你为什么撒谎？那我的金丹，我的金丹为什么会被修复？你的金丹根本没有被修复。不，江宗主，你猜到了吧？你之所以会以为它修复了，是因为我姐姐，岐山温氏最好的医师温情。她把魏公子的金丹剖出来，还给了你。你以为他之后为什么再也不用随便？真是因为什么年少轻狂？他真的喜欢别人明里暗里指着戳着他的脊梁骨跟他说：“你没有礼貌，没有教养吗？”因为他就算戴了也没有用，他没了金丹，灵力不止，一旦把剑拔出，根本支撑不了多久。你的剑。魏无羡，随便都替你找到了，今日为何不配？都说了不想，以后这种大场合不许不带佩剑。你说这一天到晚要擦多少遍你的剑呀？你的剑呢？多久没擦了？还有修鬼道术法。你以为他为何会突然转而修习鬼道术法，成为人人喊打的夷陵老祖？是因为他没有了金丹，根本无法再立足剑道。就是因为这样，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江城，别那么生气，走开！怎么了？酒喝多了，灵力都稀释了。你看看你现在，还说什么要辅佐我重振江氏？哎，别过来！江城，只有这一次机会，下次千万不能这样冲动了。
着这把剑，去宴厅，去教场，去任何一个地方，找任何一个人，叫他们拔剑。你看看，到底有没有人能拔得出来？你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在撒谎。江宗主，你这么好强的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和别人比，可知你原本永远也比不过他的。不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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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你们都在骗我，骗我！兰二公子，我们快带魏公子离开吧。兰二公子。何事？请你暂时不要告诉魏公子，我把他破丹的事捅出去了，因为他告诫过我，叫我绝不能说出去。虽说他迟早是要知道的，可我……你放心，谢谢你。当年在金陵台为我们说话，我一直记得。谢谢你，更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照顾阿苑。我还以为我们家的人都死了，一个不留了。真的没想到阿苑竟然还活着。她跟我堂哥20多岁的时候长得真像。那日，温氏挫骨扬灰，我去乱葬岗找魏婴，发现了阿远。他在洞里躲太久了，发了高烧，病了一场。我知道，他一定是生病了。以前的事情，他都不记得了。我和他聊了很久，他一直说你的事。以前是说魏公子的事，反正从来没有说过我的。你没有告诉他？你说他的身世吗？他现在过得很好，知道太多其他的事，记起来一些太沉重的东西，反而会让他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迟早要知道的。是的，迟早是要知道的。就像魏公子和江宗主，宜丹的事，江宗主迟早是要知道的。总不能真的瞒江宗主一辈子吧？痛苦吗？什么？抛丹，痛苦吗？如果我说不痛苦的话，蓝公子，你也不会相信吧？我以为温情会有办法。上山之前，我姐姐是做了很多麻醉类的药物，想要减轻抛丹的痛苦。但是她后来发现，那些药物根本就不管用，因为
如果将金丹抛出，分离体内的时候，这个人如果是处在麻醉状态的话，那么金丹就会受到影响，难以保证会不会消散，什么时候消散。所以，抛丹的人要一直醒着才行。一定要清醒着，看到与灵脉相连的金丹被剥离出身体外，感受到汹涌的灵力渐渐的平息、平静、平庸，直到变成一滩死水，再也兴不起任何波澜。一直醒着吗？2夜1天，一直醒着。当时你们有几成把握？5成左右。5成。毕竟从来没有人真的试过这种换丹术，不可能有人会愿意把自己的金丹抛给别人的。因为如果这样的话，相当于自己就会变成一个永远都登不上顶峰、不上不下的废人了。所以魏公子求姐姐的时候，我姐姐刚开始是不愿意的。可是魏公子一直死缠烂打，说5成也好，一半一半呢。就算不成功，废了丹，他也不愁没有后路可走。可是江宗主这个人不行的，他太好强了，太在意这方面的得失了。修为就是他的性命。如果江宗主只能做一个不上不下的普通人，那么他这一辈子就完了。你为何弃了剑道，改修他途？你究竟想干什么？修习邪道，终归会付出代价。古往今来，无一例外。此道损身，更损心性。我心性如何，旁人怎么会知道？魏无羡，蓝湛，我们怎么出来的？大过1成。我就知道，江澄没那么轻易放过我的。这个混小子真是不可理喻。蓝湛，江澄说的那些话，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这小子从小就这副德行，一生气说话就口不择言，特别难听。什么风度教养，通通不管不顾。只要能让别人不痛快，他什么都说得出口。这么多年，他真是半点长进都没有。所以啊，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们这是……公子，我们滑到莲花湖了。我知道啊，我小时候经常和师姐到这里来玩。阿羡，来吃莲子。师姐，
魏公子，公子。只有我们3个人才是最亲的人。师姐，我饿了。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公子，你怎么了？我饿了。蓝湛，哎，问你，来的正是时节呀。魏婴，怎么啦？这片莲塘可有主人？当然没有。听说这一带的莲塘都是有主的。韩光君，你听说的可真多啊，我都不知道呢。啊，好，好，好。温宁，走吧。下不为例。啊？哈哈。金氏传讯纸牒，怎么了？说什么了？金光瑶来云梦了。他不在兰陵金氏待着，来云梦干什么？兄长也未回信。你是担心金光瑶狗急跳墙？不过金光瑶这个人的举动，还真是没有办法预料。云梦，云平城，我知道了。蓝湛，我知道了。知道什么了？我知道金光瑶要去哪儿了。去哪儿？云平城。云平城。没错，蓝湛，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在芳菲殿的密室里，和赤峰尊头颅放在一起的，除了乱破抄，还有一份房契地契，而这个地方就在云平城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但我记得地址。兰陵金氏财大势大，如果这个地方不是金光瑶极为看重之地，他是绝对不可能把赤峰尊的头颅和他放在一起的。所以我相信，如果金光瑶来了云梦，那就一定是去了云平城。
温宁，云平城。姑娘，请问一句，这里就是云平城吗？这就是云平城。多谢。没事儿。蓝湛，到了，我们先进城去看看吧。公子，长乐，公子，公子，喂，不许欺负他！公子，蓝湛，你竟然还留着！公子。好多蝴蝶！蝴蝶！小雪热到风凉，山高水远，又闻清香。沉情未倦，我的花月如霜。煮一壶生死悲欢寄少年郎，明月依旧何来长望？不如潇潇洒洒，离别风和浪，天涯一曲共悠扬。煮一壶生死悲欢寄少年郎，明月依旧何来